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最近几天我们一直在聊中国的经济，既然都讲到了中国经济，那就多追加两条最近的消息。说到中国经济衰退和民间社会低迷，以及私企、外企被打压，其实还有一条也很重要，就是国家财政。其实政府本身应该是最有钱的，实际上他们现在也是负债累累。据财新网的报道，现在针对一些地方债压力比较大的省份，比方说天津、贵州、云南、陕西和重庆，中央将会出台一些救助的政策，但是这也是有代价的。比方说某个西南的省份需要将公务员缩减 20%， 这样的话才能领到中央的救济，就是从政府来说要缩衣节食。之前就有很多的案例，在中国很多的城市，连公务员、连老师都发不出工资来。如果这些人都发不出工资来，这些人的钱是哪来的？他们没有生产效益的，他们是从羊毛身上去薅的，对吧？薅羊毛、割韭菜割出来的钱。那如果他自己都发不出来工资了，说明他的韭菜不够了。被割的韭菜们已经被割光了，他们也没韭菜了。在中国，你苦谁都不能够苦政府官员，权力是第一位的，这是权力挂帅的、权力至上的国家。但是当权者居然都开始缩减经费，开始减少开支那真的这个经济到了走投无路的程度了。有人在网上还反映说，他们市政府已经要求这些公务员退还2021年年度发布的部分奖金，还说年轻人退的最多，这个人本人他要退8000多块钱，退款金额全单位是最多的。但是我支持市政府工作，积极退款。他说希望退款能用来改善民生，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的，离开了党和政府我什么都不是，我家世受国恩，唯有精忠报国。他后边这段话当然是无奈之举，他被迫的，没有办法，只能把这8000块钱交上去，他只能给自己安慰一下。那你说他真的是要精忠报国的话，你别交8000，你怎么不交8万呢？对吧？现在国家这么紧张，政府财政这么紧张，其实就是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安慰一下自己，然后展示一下自己的爱国爱党情怀。中国人没有什么信仰 ，OK？ 这些人他们嘴上说的共产主义信仰、爱党爱国，其实都是假的，都是一个口号而已。他们关注的还是自己的私利，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话，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对吧？那既然说出来，还把这个收据就是退款的收据还展示出来，这也说明他其实心里是很不爽的。但是他还要假装自己是高风亮节的，是愿意为党国分忧的。还有一条消息也是让人很心酸。这一条消息呢，有人在网上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离奇，但是却又是现实。他说，昨天我在抖音上刷到了他们当地的一个真事儿，一个网约车的司机搭女乘客，掉头的时候撞到了电瓶车，电瓶车司机是全家老小唯一的经济来源，抢救了10多天还是去世了。而网约车司机他本人也是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安抚电瓶车司机的家人，网约车司机自己就是膀胱癌，还在吊尿袋，积蓄全部用光了，租车来跑，幸好保险齐全，保险公司赔偿了。而且最倒霉的是，这个网约车上的女乘客，她结婚8年不孕不育，花了20多万做试管，终于怀上了5个月，宝宝的名字都想好了，结果撞车10多天后流产了。女乘客把网约车、电瓶车家人和保险公司总共9个人全告了。他说这3个人真是各有各的苦。底下的评论也是说觉得太惨了说这凑一块也是不容易的，光看这个文字都能令人窒息。就是一起事故，这时候突然发现这3人各自都有各自的苦难，现在都面临悲惨的状况。在中国就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这3家悲惨的倒霉的家庭赶在一块儿了。如果一场意外事故都能撞出这3家来，那可见现在中国有多少的家庭都是如此凄惨，如此困苦。就是这样的一个正在没落、正在崩溃、正在走向灾难的国度，很多人还在试图去掩饰中国人悲惨的境遇，还在为掌权者去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甚至这里边还不乏一些外国人、一些洋五毛，他们为了自己那点小利益，可以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根本不顾中国人的苦难。
这些人为朝廷鞍前马后，就是想得到皇上的一点嘉奖。在 YouTube 上边有一个大外宣的账号，实际上他是一个洋五毛，来自美国，定居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叫王德忠。那他经常发一些视频来鼓吹中国崛起，西方没落，基本表达的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中国，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他的视频的观看量还真不少，而最近他发了一个视频来展示中国的经济成就，但是我看了这段影片差点被笑死。他的标题是中国的经济有多差，好像他在给大家展示中国的经济衰退和民不聊生。但是实际上呢，他要展示的是西方的虚伪，西方媒体的造谣。他的意思是说，他亲自到上海的街头拍摄的场景，证明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可是问题是我看了全片，他展示出的画面完全没有证明这一点，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萧条没落的中国经济的形象。所以我看到之后差点被笑死。他一开始说，我现在到了上海最繁华的街头，然后给你展示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他一开始拍的是一个星巴克的场景，说你看看中国也有这么现代的咖啡厅但是问题是展示半天，一，这就是美国的咖啡厅 OK， 第二就是整个咖啡厅除了工作人员几乎没有看到消费者。然后拍到了上海街头繁华的大商场，可是他也没有敢进去拍，为什么？也同样是冷冷清清吧。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只能穿插一些别处弄来的素材，就是在别的国家人们在喝咖啡的场景添到这里边，因为他拍不到上海人。我就奇怪，你拍不到上海人喝咖啡吗？然后他到了山东北路和宁波路，说这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结果他拍到的唯一的一个人数还算多一点的消费场所，就是街头的小吃，上海特色米饭饼3.5块一个，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廉价的菜市场，有一些大爷大妈在买蔬菜。他来了一句，上海的人民还在过正常的生活这句话其实是在这个讽刺西方人说中国的经济很差。有几个人在菜市场买菜就能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好吗？再差的经济人们也得吃饭而且更何况只有廉价的小商小贩门口才有点人。然后他拍了一连串的那种小店铺，都是那种非常廉价的地沟油小商铺。他对这个画面的解说是，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可以去，太多的选择了。我都奇怪，这人平时生活在深山老林吗？没见过几个店铺连成一排吗？在任何国家任何城市不到处都这种场景吗？他街头拍摄的时候，他还发现了一个小粉红是喜欢他的节目，说在油管上看过看来他也是非法翻墙了。他想从这个观众口中让他讲述一下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生活是多么的幸福。结果即使他是他的粉丝也没给他留面子，直接就讲到说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都是有动荡和起伏的这讲得非常的婉转了。实际上就是现在有很大的问题，甚至还提到失业率。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他来中国是展示中国的经济的蓬勃发展，是要否定西方的报道。结果好不容易在街头采访了一个人，说是喜欢他的节目，还说出这种丧气话，还说出失业率这种词儿，真的让我笑死了。然后他就提出问题通过问题来带风向。然后他说现在这个说法年轻人失业率很高，你有感觉到吗？他隐含的意思说你帮我反驳一下这种说法。结果他上次来一句，对，这个感觉是蛮强烈的。这一下杨五毛的大外宣破功了。然后这个王德忠呢还不死心，还要接着追问说，那你觉得现在在中国你的生活质量比以前有没有好转？甚至还追加了一句，你觉得每年都会有进步吗？他说喜欢王德忠的节目，看来是个小粉红，可是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实诚的人，他还是没有领悟王德忠的意思。然后上来就回答这个所谓每年进步这个说法，说没有感觉很强烈，还说应该去问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意思是说年纪大的人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说会给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他们会对比几十年前改革开放前跟现在对比，能够给出正面的答案。但是你要非要问最近这几年，去年跟今年的相比，不好意思，真是没有进步的感觉。其实他是这个意思，也没好意思说出来。最后他实在无奈的跟他握了握手离开了，然后说我们到上海的街头跟普通人去交谈，这是很重要的意思还是不要轻信海外那些报道。可是问题他交谈了半天，最后证明了西方的报道是对的，是正确的。估计这次临时的街头访问对他有一点打击，所以他这次的拍摄最后就
草草收场了。特地跑到上海的街头拍了10分钟的节目，为了帮中国政府否认所有的负面报道，证明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人的幸福生活，结果彻底翻车，以失败收场。它的标题是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差，在上海走一圈将会展示一个真实的面貌。正如它的标题所言，它的这场大外宣的活动确实证明了中国经济有多差，确实能够感受中国经济的萧条，普通人民的消费降级以及他们的不满和怨气，丝毫没有展示出任何一滴一点的蓬勃和进步气象。杨五毛为了宣传中国的目的，结果出了糗，真的是自取其辱，贻笑大方。在节目最后给大家播放一段新晋网红格里老师制作的杨五毛歌曲。You like Chinese girls, but Chinese is hard, so how's a guy like you get his fill? Well, there's lots of jobs for us foreigners, come be a communist party shill. Don't worry what the people think back home, you got to keep your eyes on that prize. You get 10,000 renminbi a month to peddle in the party's lies. If you haven't bothered to learn Chinese, then here's some words you might need to know. You might hear them spoken behind your back as you go. You got 低能、智障、流氓、色狼、传播性病的洋狗，国贼、共匪、虚伪的百鬼，愿你尽早滚走。I hope you like it a lot, since to get there you had to stoop so low. Enjoy your time in China and don't come home.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